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好，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波红。爱情和婚姻的幸福，不是你拥有的多，而是你计较的少。大家好，我是严品红。爱情不要等待，拿出勇气去爱。大家好，我是珊娜。柏拉图说呀，真正的伴侣呢是灵魂上的伴侣，而不是形式上的亲密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。在婚姻当中做夫妻容易，做好夫妻同时做好父母挺难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曲伟。爱情需要里应外合，你品，细品。好，我们细细的品啊！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掌声有请我们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，欢迎他们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牛先生，33岁，来自河南；个体董女士，36岁，来自河南，销售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认为你们之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？当然是他父母啊！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他不但没给我们任何帮助，还处处拖累我们。我老公还处处维护他，我真是太委屈了。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父母就是这个情况，他也是知道的，现在却各种抱怨。难道我作为儿子能不认我的父母吗？面对现在的困境，你有什么解决方法？我没有，我现在一门心思就是想努力挣钱，我真的没有精力去应对他的各种抱怨。他现在就是一副躺平的态度，我真不想跟他过了。我听了一下，好像最大的矛盾就是因为公婆的问题，是吗？你说说，怎么这么大的委屈呢？前几年吧，他妈妈摔断腿了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从结婚到那个时候吧，一直都是经济很困难。那时候刚好有大宝的时候也正在盖房子，我就往我娘家借了点钱。盖房子的话，它是就是那种阶梯式的，就是你要买水泥啊、沙子呀，一点一点的给他。当时我大宝小，那时候才2岁多，我全职带他嘛，在家那时候走路也不稳当，我说要不然老姑这样吧，我把钱你保管着吧。谁成想他妈摔断腿了，不跟我商量，偷偷帮他妈垫付了医药费。当时那个房子盖的可慢工程，我想着这边我妈本身摔着了是吧？这边肯定着急啊。本身我媳妇儿带着儿子在家也没空去照顾我就给他拿点医药费，知道吧？你可以去孝顺你的父母，是不是？我不阻拦，但是你不能说拿我借我小姑的钱，你自己私自不跟我商量，你给你妈去垫付医药费，是不是？连吱一声都不带吱一声的。这个钱本身也有我去借的钱，知道吧？他就一口咬定是从他小姑那儿拿的钱。但是他妈交的有男朋友，他妈妈怎么有男朋友？我们不是我父母本身都是离异状态，知道吧？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父母都已经是离异状态。你爸妈妈是离异，对。但是我感觉我母亲交的男朋友跟我尽孝好像没有多大关系吧？自从我们结婚以来，我们一直就没有怎么再联系过。为什么我就对他一直有气？就是没有怎么联系过。有事儿了，为什么就找上我们了？有事儿不找你们找谁呀？那他可以完全告诉他那个男朋友，男朋友可以帮助他呀。他这逻辑就不对。这是家里人，那是外人呐。这是直系亲属啊。那他天天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了，再跟别人生活，我觉得这个责任我不应该负。最触及到我底线，那个工程款他不是结不上了吗？这不能延误工期啊。然后他没跟我商量，私自把我的车给我卖了。当时他回娘家了，我跟他打一电话，我说我这车要卖，我说不行，人家要钱了，但是他好像也不愿意，我说不愿意我也得卖。妻子，那我问你啊，有比卖车更好的方法去填这个窟窿吗？没有。在他就是给他妈垫付医药费，捅的这个窟窿，他才来卖我的车。就1万块的窟窿的，我能不生气？不，就差这1万。不，可不是差1万，差10来万呢。所以剩下那些窟窿不是因为他给他妈妈垫医药费而产生的窟窿，但是就差那1万块钱，这个工程就不能继续下去。我知道，他另外那些钱花在哪儿了？那还是房子上。我刚才听着你对你婆婆意见特别大，你怎么对她意见那么大呢？从一开始我们就有矛盾。那个时候生老2的时候，我说让你妈过来吧，我行动也不便，来照顾我。
他说我妈工作请不来假。我也跟我妈说了，但是我妈新找了那个，她那个也有个孩子要生孙子，我妈拒绝我了，我都没好意思跟她说这事儿，知道吧？但是我妈一拒绝我之后，我2个眼泪都下来了。你当时眼泪下来是啥？是因为你妈拒绝你？对，我喊我妈，她没来，知道吧？但是我上去，我不敢跟我媳妇儿说，知道吧？你觉得你妈帮了外人，没帮自己儿子是吗？自己的孙子对，不因为看，照顾别人家的孩子。我们家也就我自己，等于是。行，然后哎，那你生老大的时候，婆婆伺候月子了吗？生老大的时候，当时我妈来了，但是他们闹得很不愉快，就没法说，知道吧？生老大都别提了，我跟你说，一开始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，他一直都是说你判给你爸了，跟我没有关系，一直就是这样说，没有说很激烈的争吵，但是我心里肯定是对他有意见的。当时我妈说归说，我们结婚，我妈该管还管，冰箱、彩电啥的，装修啥呀，她也管。妈妈离异的时候您几岁啊？大概17、18岁吧。但是一开始就他这个，这是妈妈该说的话吗？那也是更伤心的，不他就应该是对着我，儿当着子吗？我的面他就这样说。跟你，哎呦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真的是。他不也都管了吗？结婚给你们钱了吗？钱也给了，但是就是我妈就是意思就是你俩别全部指着我，就是你跟你爸也要点儿。但是可能我妈就是可能学问不高，就当着我媳妇儿的面说了这事儿。老大坐月子的那个时候是来伺候了，伺候的啥呀？那是。压根儿就没有把我们当成一家人。卫生就是那个碗都是沾手的，尿布他洗了一大堆，那都是晾在屋里，不见阳光的那种晾在屋里。因为我们家房子比较大，我说你去窗台外面找，阳台上找个有阳光的地方暴晒，需要杀菌。说过人家也，好，就这样也同意了。但是说依然还是我行我素，他就跟我觉得跟一个演员一样。这个卫生这个情况，我是不是也跟你说过？跟我说了，我也跟他说了呀。但是我老不在家，知道吧？就是他们俩就单独在一块儿，但是好多矛盾就是在我不在的时候，咱俩发生的。我为什么说他像个演员一样？我说你看，都快出了满月了，你要不那个啥吧？你不是请了一个月假吗？你这都来这28天了，你要不回去该休息休息，在这儿照顾我也挺累的。你这2天休息休息，谁知道人家一扭头，人家哭了，跟他儿子打电话说：“我赶他走了，不让他在家生活，不让他在这儿住。”他当时说话的语气绝对不是这样。我妈那人我知道，虽然说他那个有时候说话可能不会表达，但是你要和气生的跟他说，他绝对不会这样。为什么让他走？是有一个最大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妈老是看手机，那个声音很大。月子里你想嘛，孕妇是需要静养啊，小孩又睡不踏实，有一点响声，他就会哭会闹。我就是没法休息，所以我就婉转的找了一个，就是我说你要不回去休息休息，你看这么多天了，你也晚上白天的也挺累的。我就你是这么说的吗？是这么说的吗？他绝对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我客观的说一下，你看啊，你刚才所有描述的你婆婆给你照顾月子的细节，我听起来不像在描述婆婆在帮你的忙，哎，特别像是那个月嫂。对，哎，你去说一下她卫生打扫的不干净啊，你说一下不要晾在这儿阴干，你给我放到外边阳台去。哎，你这影响我睡觉，特别像说月嫂。其实我有跟他商量，就是我受不了的时候，有矛盾的时候，我跟他说过，但他就说你再忍一忍。就1个月是我想着1个月你也坚持坚持，对不对？到时候我给他送走不都行了？就是1个月都没坚持了。月子愁这个事儿真的在每一个女人心里面啊，都是一个打不开的结，过不去的坎儿。接下来再说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你对你婆婆的意见非常的大？她有自己的私心，主要她妈，她想再成家。就人家说嘛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她嫌我们穷，不想挨着我。那我17岁，我妈都离婚了，有没有还不能找到对象吗？对吧？我不有没有就是你妈妈，除了那次说拒绝了你不过来了之后，还有什么你觉得让你很伤心的事儿吗？别的我觉得也没啥，平时就是我管她，就是有时候之前盖房子借钱干啥了，她也拿，我妈也拿点儿。你现在每天开大车在外面对吧？那对他一个人带孩子，带俩？她一个人带孩子。那孩子生病的时候什么的，有没有人搭把手什么的呀？上次肺炎，我想着我带着老大去住院，不行，让你妈过来看着老二。
人家就压根拒绝。我想着回来你再跟他吵，我也怕我妈拒绝我，知道吧？所以我连喊也不喊。我想着本身，其实你内心最害怕的是你怕你妈再拒绝你。对，我也害怕她拒绝我。因为在生大宝的时候伤过老人了。对，就是你觉得婆婆对你们的婚姻生活没有一丁点的帮助，反而是累赘。对。然后你说公公也是一样的情况，他更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哎呦我的天！来吧，那公公怎么不省油的灯啊？刚开始那会儿不是盖房子吗？他家里不就他自己盖房子需要贷款，但是他爸说得好，就咱爷俩这也没多少钱，到时候一起奋斗，把难关渡过去就行了。肉烂自己锅里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那说的那就是画大饼。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，他爸也没见他1分钱。当时盖房子花了有40-50万吧，可能我掏了有30多，我爸也掏了有1-20。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房子都是我们2个盖的，但是后期呢，盖房盖到最后也没钱了，我爸也出去借钱。他的意思就是我爸掏的少了，当时我爸说的就是这账一块还就没还，但是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要。也就是说，你爸爸到外面借钱帮你们盖房子。我们家一共2院，我住1院，还有1院等于是我爷爷留下来的院，本身等于是我跟我爸还有我媳妇儿都在这个院住。这个院当时也盖了，是我盖的。那边那个院要盖就花可多钱得着，那个院大等于是，但是那个院是我跟我爸一块盖起来的那个院，但是出去借了好多钱，就是他回家拿了点儿。这不将来也都是你的吗？你一个独苗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是我独苗。照他说是他的。现在还有一个又出幺蛾子了，啥？说是贷款，我们爷俩一起度过这个难关。谁成想房子盖好了，人家又找老婆了。他担心的就是这个。爸爸一个是要找丈夫的，一个是要找老婆的。爸爸找了这个老伴儿有啥影响呢？现在村里分的什么福利都有他的，不应该吗？你老公的房子有没有你的？他的父亲娶了另外一个老婆，合法的妻子，有他合法妻子应有的财产。娶老婆都有钱。一开始我真应该给他录音，给他录下来。他说爷俩很简单，他看重的是什么？以后的遗产指望不上了，我就要现在的财产。他爸爸娶了新的老伴儿了之后，对你们这个小家庭，或者说让你觉得最不爽的事儿是什么？不管不顾。说清楚，不管不顾啥意思？对，更离得远了，压根就不联系，几乎不联系，就是见面了就不带说话的。你们不是在一个屋檐下住吗？他在那个院住，反正都是在一个街上。本来在一块住的，他俩吵架。吵得太狠了，我都劝我爸，我说不行，那边也盖好了，你就搬到那边住吧，省得也住在一块儿。你跟你公公为啥吵？是因为就是在我大宝小的时候，2岁多的时候，你看我小孩小，他出去上班一出去都是1天。那天中午5月份，我记得可清楚，有点热哈，我做了大盘鸡，他在屋里看手机，吹着空调，开着灯，我一手抱孩子，一手做饭，给我热的呀。当时我也没心情吃了，刚好有一个电话说我取快递，让我取快递，快递到了，我说我要不然取来快递再吃吧，刚好饭也烫，我也吃不下去。我取来快递大概有15分钟、20分钟那个样子，回来了，一片狼藉，啥都没有了。我肯定要质问他呀，我说你看爸，我这个饭还没吃了，你都吃完了，直接人家把那碗盘子都给你摔了。他估计说的也不对，他当时绝对不是跟我爸这样说的，他肯定说我做的饭你凭什么吃，绝对是这种语气。是天天你做的饭他都吃了不给你吗？还是这么多年就这一次？就这一次我爆发了，因为以前我就做饭，反正是他老是不刷碗这个毛病让我特别受不了，不刷碗不刷锅，老是在那水池子里放。就是公公的生活习惯不太好，对吧？对，而且他那个洗衣服，他的内衣老是扔到洗衣机里，那个洗衣机是我们共用的，又不是你属于你一个人的。洗完脸那个头发那个水渍，你稍微收拾一下，是不是？你是个公公了，是不是？你今天的诉求是啥？你说。我诉求就是他不要跟他父母联系。现在的意思就是他不让我跟我妈就是连发个信息都不行，断绝关系吗？他就是这意思。因为一联系我就知道他妈要不就摔断腿，要不就是他爸上次因为糖尿病住院，就是负担来了，我不想让他再联系。妈呀，父母养你一场，老了生个病，你就嫌弃他是负担就不管了，为此断绝关系。你有没有父母啊？你妈摔断腿你管不管啊？你爸糖尿病你不给治是吧？就这么
么说你爸妈，你妈断腿不许管啊！你要跟他管，我就跟你离婚。你爸糖尿病不许管啊，管了我就不跟你过。这样女人还要啊？女生如果她现在没有办法做到我不跟我爸我妈联系，那你要怎么办？那我就不跟他过了。你确定不过了是吧？对。好，我们大概基本事实也听得差不多了，然后两个人的诉求也搞清楚了。我们先问一下今天同样来求助的第二组嘉宾啊，小李和小张，你们听完他们的故事有什么感受或者感想，或者建议都可以说。我先说吧，我还是有一点站姐姐的，就是为啥？因为我感觉这姐姐她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她无非就是嫌弃这位哥哥在大家和小家的面前，他先去顾虑大家而不顾虑小家，因为想这姐姐她毕竟自己带俩孩子也挺辛苦的，是吧？各种事，比如孩子生病啊或者其他问题都没有人帮她，其实姐姐内心她也是很压抑的。那我感觉再怎么着那都是亲生父母，你直接断绝关系，这个我感觉有点不太好吧。确实我有一个思想的反转过程。刚看到开场的小片的时候，我认为这是一个在婆家孤立无援，遭遇到了委屈和不公正。这一个丈夫不作为，面对着婆媳矛盾，一味地偏袒自己的父亲和母亲。但事实从你们刚才两个人的描述，争吵一览无余。我问这位丈夫，开大车很辛苦，养这个家很累，您的钱都是交给妻子的吗？对，只要我都给。因为这里，你们的婆媳矛盾和他原生家庭的关系有个特殊性，他的父母当年是离异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，我们虽然说离婚对孩子的爱不能离，但是成年以后，由于父母离异，他们要去追寻各自的幸福很正常。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种家庭，妻子通情达理，她知道丈夫的不容易，但你因为你是婆婆，你就应该怎么做，你就应该在我生孩子的时候来照顾我。哪套法律写的？这难道是本分吗？只是情分。您在这样的一种无理取闹，他忍不住的，只不过您拿捏了他嘛。他喜欢你吗？他顺从你吗？您对这样的男人，你还要如此的把他往悬崖上逼，你是把整个婚姻带到了悬崖上，并不是说我此刻要指责你，而是真的为你好。两个孩子的小家庭，丈夫辛辛苦苦开大车赚点钱，都在你这里，还要怎么样呢？老人有老人的生活，所以最后一句话很简单：对自己公婆的生活，我们表达尊重；我们小家庭的生活，我们自己打理，我们自己幸福。我不太想多说这个妻子，我其实想说一下丈夫。我觉得你是始作俑者，你是真的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。你老婆今天在这儿敢理直气壮地说你妈腿断了就不应该管，你要管了我就不行，你得断绝关系。她敢说出这句话，是你这10几年给她的底气。你知道为什么这10年你妈不来看你们，自己找男朋友过日子去了吗？来干啥？看你老婆脸呀。来干啥？这儿子有出息吗？能给妈出口气，能给妈撑个腰，能给妈提供一点点的好生活吗？人家把你养大了，到现在了，你们听起来还像吸血鬼一样，就想着说，哎，我婆婆要找了男朋友，生病就应该跟男朋友要钱，跟我们要钱不行。我公公这个娶了媳妇儿，那钱将来万一成那个媳妇儿了，不给我们呢？你想过爸妈把你养得这么大，你提供给你父母什么吗？如果将来，妻子，你和你未来的儿媳妇处不来，你说我眼不见心静，我跟我老头我们俩关门过日子了，你们愿意怎么过怎么过吧。然后你回头生了病，咱都有老的时候，都有病的时候，你儿媳妇跟你儿子说，你不许管这个老女人，因为她没有管我们，没给我们钱，没给我看孩子，断绝关系。
你受得了吗？来，咱们换位思考，你今天年轻30多岁嘛，你有没有60岁的时候？你有没有80岁的时候？你儿媳妇说这句话，你受得了吗？所以别老想着自己那点利益。父母如果人家自己有了新的生活，我觉得对你们来说是个好事儿，对吧？人家生病了，旁边有一个丈夫或者妻子在照顾着。给你们省了很多麻烦，你还不敲锣打鼓说妈，你赶紧去追寻幸福吧，咱赶紧掏点钱省点事儿。我这孩子还小，我没工夫照顾您，咱出点钱，这才是人之常情啊，这才是有情有义，一个活生生的人应该做的选择。我最后说一句啊，我不跟他说了，他是你惯出来的。你要想让日子以后过得太平，你的儿女将来给你一个好脸，你从今天开始做个响当当的男人，一个撑得起脊梁骨的儿子。一个撑得起家的父亲，你把你家的底线和原则树立起来，你要立不起来，你就老年跟你妈下场一样，没人疼没人爱没人理的。到时候你什么像你妈这只要男朋友给她出钱，儿子都不出钱，找个2婚还没结婚的男朋友出钱，开什么玩笑呢？这整场听下来我就一个感受，我就觉得男生太可怜了，爹不疼妈不爱，老婆也不心疼，还专往伤口上撒盐。你让他跟他爸他妈断绝母子父子关系，今生今世不要再来往，你不是在往他伤口上撒盐吗？你有想过他的感受吗？肯定你从小是在这种爸妈的吵闹声当中成长起来的吧？对。所以他们2个人那个时候选择离婚的那个时间节点，就是说，哎，你正好成人了，我们2个人赶紧一拍两散，各自寻找幸福。所以在他内心深处，他最大的痛是最后全世界没有人要他了。当他看着他自己的亲妈去照顾一个素未平生的一个人的孩子的时候，都宁愿不管他自己的这个亲儿子的时候，你说谁更难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唯一的爸爸、唯一的妈妈都有了各自的家庭，他呢？他这边想求妈妈的爱，那边想求爸爸的爱，最后给到他的都是白眼。你这个时候还不去安慰他，不去告诉他世界上还有我，还有咱们的孩子，而一遍又一遍的在伤口上撒盐。你那个爹不是个爹，你那个妈不是个妈，难道他自己心里面不痛吗？所以我说，我看不到你对这个男人的爱。我说这个男人太可怜了，他长期在外面跑大车，想必孩子跟他也不亲，他在这个世界上孤零零一个人啊。老婆每天跟我闹，嫌爹妈不帮忙。妈妈，我好不容易打个电话遭到了拒绝，我下面那个电话我打都不敢打。他不是不敢打，他是害怕再次被拒绝。你今天站在这个台上，你的要求是断绝关系，那你说在他心里其实这个断和不断有区别吗？没区别。他现在就是一个爹不疼妈不爱的孩子了，人家都忙着组建自己的新的家庭，忙着疼爱别人的孩子去了。断不断有区别吗？没区别。但是你必须要把这件事给他做实了，必须要向全世界宣布，告诉你啊，你是个没爹没妈的孩子，告诉你啊，你看看你爸你妈做的事儿多过分，告诉你啊，你爸你妈就是这么不爱你。你非要把这事儿给他搬出来，告诉他为什么。所以我觉得给你们最好的建议，不是说什么断了关系，是真的你们2个人重新去寻找爱对方的这种感觉。如果真的没有爱，就散了吧。要不然你们说出的话真的句句是刀子，扎在对方的心上，你只会让对方离你越来越远，一点感受不到爱，甚至会觉得你是我这个世间最大的仇人，非要把我那些心里面的最痛的地方扎过来，我的软肋全部亮给你看了，但是最后刺向我的却是我最亲密的那个人。我问一下啊，你考虑过离婚吗？考虑过。你考虑过自己没有收入，离婚以后可能需要跟妈妈那边要很多钱吗？我离婚了，我自己有手有脚，我也可以去挣钱。你的2个孩子多大？一个8岁，一个5岁。你打算带哪个走？带着老二走。这时候你有没有想一下，就是你的孩子如果在8岁的时候、5岁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分开了，你觉得你的孩子可怜吗？就是觉得可怜，一直忍到现在。注意啊，他们的可怜不是因为他爸爸做错了什么，不是因为他妈妈做错了什么，是因为他妈妈讨厌他奶奶。你这么跟他聊合适吗？
不合适吧？所以呢，我建议你想想，将来怎么跟孩子聊实话。为什么你单亲？想想这个。之前是和公公、老公住在一起，对吧？然后饭都是你在做，是吗？对，一直做。对。然后就到了碗也你洗。是的，偶尔他也会做，但是少次数。啊，好的。然后就是那一天爆发了。对。其实你该做的你也做到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知道你败在哪儿了吗？为什么这么多老师都不站你的队呢？败在哪儿了？我现在都感觉我出力不讨好。哎，你出力了，没有讨好，就如同我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是吧？对。但那刀子嘴它也是不是刀子？它是不是也会伤人？解决问题的方法很重要。有的时候问题它不大的时候，你却用了错误的方法，这个问题大了，不仅没有解决，还变大了。你让他断绝了跟自己亲生的父母关系之后，你能得到什么？有人帮你照看孩子了吗？没有。有人给你更多钱了吗？没有。你会把生活弄得一团糟，发现你既没有得到，你反而失去，对吗？对。你老公是爱你的，同时沙大老师说的非常好，你老公是缺爱的，你老公是不想和你离婚的，但你可真别逼他离呀。咱别做那个没有智慧的事儿，因为其实实际上你付出了很多，只不过场上没有说出来。如果你没有付出这么多，你老公怎么可能在你提出了这么无理的要求之后还不跟你离婚，对不对？对，也没有说你，对不对？公公也不是说没有帮你，婆婆有没有帮你？有，那不被你赶走了吗？人家为什么不来？他伺候不周到。对，人家为什么不来？不敢跟你再相处，又有矛盾吗？大盘鸡，你就不能多做点吗？你做的肯定少。他老是气我，他老是说看在孩子面上说我。这回骂对人了，这回骂对人了。你跟他说你为什么气我？你什么事儿气我？哪件事儿做的不对，是说的不好，做的不对，你跟他说呀。你让他去断绝自己父母关系，干嘛呀？有问题解决问题，好不好？谢谢曲总。那接下来的时间，您二位坐那儿休息一会儿，然后也想想老师们刚才说的话，好不好？我们跟第二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，来，有请。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李先生，24岁，来自河北，销售；张女士，24岁，来自河北，收银。那么，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来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？我觉得他有暴力倾向，一言不合就动手，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。我那是打你吗？能不能别再胡说了？我推你一下就叫打吗？你一个200斤的人经不住我推一下吗？装什么柔弱？我本来挺想娶她的，但她现在这样，我真不敢想象结婚以后我的日子会有多惨。得了吧，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娶我的诚意，想要耗着等我妥协，没门儿。这么厉害呢，姑娘，看着你就是整个人的外形和刚才那个声音，我就怎么都对不上。我觉得那不是这姑娘。我也觉得他说那男人也不是这个男人，这能一推就倒吗？你推一下试试呢。一个是男生说女生有暴力倾向，然后女生觉得男生根本不想娶我，谁先说呀？我感觉他欺骗了我。哎，他怎么骗你了？骗我感情啊！骗你感情？怎么骗你的？主要是刚开始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还挺好的，后面越来越暴力，老动不动就动手打人。谁打你了？那一次我们就是在家，我刚跟朋友喝完酒，刚躺床上，我刚睡着，咣当一脚给我踹床底下去了，直接。是那么回事吗？老师，就是我来给讲一下怎么回事啊？好，是这样的，有一天晚上他去跟朋友去喝酒了，喝到第二天早起5点了，这多过分！你说这，那我早上他回来的时候正好我也醒了，因为我胃疼嘛，是吧？我说醒了，我说，哎，你陪我去吃个早饭吧，是吧？因为你也刚回来，也没怎么着呢。他倒好，说我不去，我就躺床上，我都睡觉。我能不生气吗？不是那会儿我刚回去，我迷迷糊糊的，开始他没说他胃疼，就是说让我去陪他吃早餐。我说我迷迷糊糊没陪他一块去。后来我看他那样嘛，我给我气的这火啊，我就自己去了。
哎，但是我一出去啊，当时大冬天的早上5点多，那跟大晚上有啥区别？没区别是吧？那我心里就开始哭腾了。我就怕我吃个饭去，你万一我再出点啥事，我一个小姑娘家的。后来我看啊，手机没给我打电话，消息也没给我发一个，哎，这给我火气的我太生气了，我也顾不上我胃疼了，我上楼，我上去我就踹他了，我真的觉得他俩挺般配。你看刚才小姑娘啪啪2下，声儿还挺大，你要换个这个小身板拍2下，可能受不了，就拍倒了。哎呀，你的意思天生就被他打。哎，你刚才就那个行为是经常这样吗？也不经常，那这不小打小闹一下吗？确实是也是有点事儿，待的可能时间长一点。那你做饭那回呢？你为什么不做饭？答应好我的事。不是，你还好意思提那一次？各位老师啊，那一次，人家直接给我动刀了。我那会儿我沙发上我坐着玩手机呢，我感觉我眼前有一团黑影过来了，我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还披头散发的，拿起水果刀朝我冲过来了。当时我想跑来着，我咕噔一下，我一下跪那儿了。干啥呢？不是丢人现眼在这儿。不是，当时我真的我不想这样，我想跑来着，我跑不动了，两腿一软，我先跪那儿吧，我赶紧。这是一种本能。是这样，老师，我也得为我自己辩解一下。那天正好也是周末，然后中午我也挺困了，我说我睡个觉，你把饭做好，我们晚上吃完饭早的时候我们去溜达溜达，去逛商场，逛衣服是吧？人家答应的好好的了。我说行，那我就放心睡觉去了。我一觉醒来5点多，小6点了，我一看，我说这咋没人叫我呢？我说这不饿呀，这是。后来我就搁屋喊他，我喊他好几声。没人搭理我，就搁窗户那儿，我就摸着我这么看他一眼。胖们，干啥呢？有脸说吗？在那儿看短视频，那女的在那就这么跳舞呢，对我多生气啊！而且因为这个女生这个博主啊，我们之前还就是吵过架。这个女的是我们同城那个小网红吧，也算是吧。粉丝量也不多，他给人家点关注、评论、点赞、发私信，更过分的是直播还刷礼物。就是说完了，我直接我那会儿我一直不看了，就那天他那应该是看到我的时候，我正好刷到的。啊，没事，看了就看了，哎呀，这有啥解释的呀？即便是看的不对，也不至于你持刀啊。没有，老师。你有没有拿刀？有没有拿刀？就这么一大点小刀，我也没想在这，就吓唬他嘛，就气得我那劲儿上来了。你平时是不是就特别容易起急，不给他面子？真是啊，那次我们就是去看电影嘛。那会儿确实我起来有点晚了，我着急过来，好家伙，人家当那么多人在那个电影院门口上来就打我一巴掌，然后又踹我一脚，那么多人。你说我不该打你吗？我们当时呢是周末，我们约好了去看电影，是吧？然后那会儿呢，我是在我自己家，然后我就早的我就收拾好打扮化妆，是吧？我美瞳还带了个日抛的，人家好，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人家等了1个多小时了。打电话不接，发消息不回，联系不上人，因为那电影我们也已经期待很久了，就一直想去看。那我知道我确实那个起来晚了嘛，我一直开车赶路呢。我说一边赶路，我也没法拿手机，也没法回消息，也没法看消息。我说赶紧先过去吧。人家正常约会，人家不就是早的就已经开始准备了吗？是吧？为啥打游戏通宵来着？一口气睡到了下午，多过分！那你一点面子不给我？那回我们就是几个朋友一块约好去爬山嘛，这可倒好，我们爬到一半，非让我背着人家。你说咱们有没有见过这种人啊？背我怎么了？老师，我们当时是我们几对小情侣，我们一起去约好去爬山去玩嘛，是吧？他倒好，哭的往前跑。他朋友还知道等对象，他就不等我，完全不在乎我的死活。他不光不等我，还让他朋友说走啊，别管他们了，还这样。那我一看你精力这么大，你是吧？哎，我说你背我，你背我就不行吗？当时就不乐意。那你说人家女朋友90来斤，那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你140多斤，说什么呢？谁140斤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怎么说话呢？他其实就是对我不这么好哈，而且他还跟异性搞暧昧。哎呦，不是怎么我就暧昧了就？
你怎么没搞暧昧？上次我跟着他就是去聚会嘛，是吧？我又在他旁边坐着，他旁边有个女生，哎，就这么着，离他这么近，穿个短袖，他们还人家就说，哎，你这么着，你帮我去拿下那个怎么着，就离这么近，我还在旁边坐着呢，就跟那女的整那一出。后来我跟他说，是吧？我说你看这女的这么近，我说你远点是吧？我心里不得劲儿。那会儿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再说我们就是一个普通朋友，就是在一块聚会是不？那个坐在一个桌上，也知道在我旁边呢，肯定不能有什么过分的事。再说就是普通朋友嘛，搁我耳朵边咋说的？又是什么绿茶呀，又是什么白莲花呀？就说我们有做啥了呀？干什么了呀？是吗？好，下次以后你的身边不要做女生，做男生就行。还有啥？不是，他还说我呢。他有一次我们就是在沙发上坐着，不是看手机呢吗？我就扭头一看，好家伙，人家正给那个小男生净发消息呢，净分享那个视频呢。那我在旁边就不知道让我看，你直接你分享，你干啥呢？那养鱼的那是。我那是只给他一个人分享吗？我是正刷短视频嘛，是吧？因为特别搞笑的一个视频，我就随手发给，就是有很多人，你有男有女很正常，因为我也有发小呀，是吧？他倒好，看着我这么聊天，他就过来，啊，你干什么呢？谁呀这是？啊，你给我戴绿帽子呢，给我养鱼呢是吧？多难听说这话。那我在旁边呢，你不让我看，你直接你分享，你跟那男生聊什么呢？你别给我说这个，你上回呢骗我，他去打麻将，好嘛，2小时了，联系不着人，我打电话发消息，怎么着都联系不到。后来人给我回过来了，他说啊，我没听到，我那个玩呢。我一听那音儿，哎，不对劲儿啊，哪是什么麻将馆呀？那分明就是唱歌呢。不是，那次是怎么着呢？我们原本去打麻将嘛，我那几个朋友，他们就是说那个想玩打着无聊了，然后就去唱首歌，对不对？原本我也想就是那个稍微玩一会儿，稍微待一会儿我就回家了。后来因为我们是有那种小定位嘛，是吧？我看见在哪儿了，我就去了，去找他了。你说？不是，我那会儿还那都是朋友，都是普通朋友，那个人也认识。你别管什么普通朋友不普通朋友，因为他几回了。上回我一去看，哎，那个女的，就是上回打麻将他旁边那女的，现在就拖着我不想跟我结婚，就是因为这女的呗。还跟我妈打电话，我说什么事儿咱们俩不能说吗？还直接上来跟我妈打电话了都。我就该给你妈打电话，让你妈看看她的好大儿是什么样的。说起来，提起我妈来有，你像上那一次是去我们家第一次上门嘛，就是听着我爸妈的面，直接对我就是指手画脚的，让我去干这个，让我去干那个。我那是指手画脚吗？当时我是第一次去他家，我可能也是想留个好印象，对吧？我拎着东西什么的我都去了，去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吃饭嘛。上菜的时候我也帮着端着，帮着上菜了。吃完饭之后，我是跟他说，我说你去刷个碗吧，你让你爸你妈歇一歇，因为俩人做那么一大桌子菜也挺不容易的。你咋不去刷呢？我为啥要去刷呀？我第一次去我还是客人呢。你像他第一次去我们家的时候，老师，我现在想想我就很委屈。老师，其实真的，我就真的很委屈。就是当时我们两个的恋爱纪念日，然后我们定的呢是第2天的时候去我们家去见我父母，对吧？然后第2天早上的时候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我怎么联系他都联系不上他。然后后来呢，人给我回过来了，说我在医院呢。当时我心咯噔一下，我说咋了？人家跟我说我跟朋友喝酒来着，我喝难受了，我进医院，半夜来的，挂的急诊。当时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去跟我爸妈说，我说他今天来不了了。他说咋？我爸妈还说咋回事啊？来不了了是吧？我说急性肠胃炎犯了，昨天晚上我为了他去跟我父母撒谎还。你觉得这是他不想跟你结婚的理由之一？之二是什么？就是买房的这个事儿，因为我们家也一直就是在跟他说不要求1手房，2手房无所谓，你哪怕平米小点是吧？我说只要是我们家意思就是只要是有我们2个人的一个小窝窝就行了。他们家就一直不准备，从年初拖到年尾，说年尾，然后又从年尾说明年。那你说这不是拖着我，这是在干什么？那咱们就是说到这个房子上了。你说结婚的时候要这个5金，然后要这个彩礼啥的，是吧？这些咱们不说了就。你说哪有说结婚的这个时候要手机呢？上来我说跟我爸妈说。你先说房子咋回事？房子为啥没准备呢？你爸妈是答应了吗？是答应了，但是他这个情况，我这现在没法。你在犹豫是吧？对。明白了。那不就是不想？
这不对，人家说中了，不想了就是。不是，你说要，你说要手机是咋回事呢？不是这么回事。老师，听我说啊，是这样的，这现在谁家结婚，他不是说要5金1钻，人家都肯定是可死了往要大克数5金，我们也是普通老百姓，我不要，我只是要小，就是克数无所谓，只要样子我喜欢就行。然后钻戒我也不要大克拉的，钻戒我就不要，我只说把钻戒换成个手机就行。对吧？我感觉很合理的要求。我们家也没有刻意说让你怎么着的。你要这个，那我是不是也得为你们考虑？我这好心我还不讨好呗？姑娘现在为他们省点钱是吧？对，我只是讲这个意思，他却总是一直说啊，手机什么时候不能买？是，那咱们没见过这种的。姑娘，现在重点都不在这儿，重点在人家犹豫了。你这没听到话头吗？你还在那彩礼这个手机那个的，听到了。来吧，咱接着说诉求吧。不是，还有一个就是说结婚以后，孩子必须要一家一个姓儿，这个咱没见过是怎么着的？那我又不是倒插门过去的，非要一家一个姓儿。你俩还没结呢，结婚之后的事儿放到结婚之后再说。现在还没结，关键是现在这婚他不一定能结得成，姑娘。其实我就是感觉他没有之前那么爱我，他想拖着我耗着我，不想跟我结婚，想问问他到底是不是要跟我结婚，是不是要跟你结婚？好，男生的诉求是啥？我就是想着，就是他把这个脾气稍微改，稍微收一收，他怎么样改成什么样，你就决定要娶他。不老动手，别拿刀了，是不？这也没什么事。没有经常性的吧？我刚开始我也不这样吧。我就是感觉不到你爱我了，你在乎我了，你知道吗？要是多给我一点爱，我还至于这样吗？你之前多细心，多温柔。这不是我感觉你欺骗我了吗？一开始你也挺好的。之前你也对我挺好的。行吧，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，今天第一组来求助的牛先生和董女士，你们听完他俩的事儿有啥想法吗？我感觉女嘉宾吧，可能跟我的性格有点相似，就是说做啥事儿都很急。就是说，急需男方给我一个答案，就是老是想让他按照我的这个意思去做某件事儿。现在我感觉女方吧，还是要考虑好，这么一点鸡毛蒜皮，每天就是说看电影啊，他没去呀，怎么样，就是不信守承诺吧。将来就是还有说这个拿刀子呀，就是说推一下呀，他就受不了这种，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些小矛盾，他都受不了。我感觉。等结完婚之后吧，再因为孩子，那肯定矛盾更多了。他再因为这再妥协，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咋说呢，就赔大发了。我感觉这个哥们儿应该还是爱你的。你想，你都对他那样了，又是拿刀的，又是刚才还打他来着，他都没急，你看是吧？你媳妇儿跟你吵过家伙吗？没有，你看看他不敢，要不人是两口子呢。你看看。好，来，我们接下来听听各位老师有什么建议啊？来，于老师。女生刚才口口声声说，她不想和您结婚，问题是她敢和您结婚吗？很显然，不是她不敢还手，和她不能还手，只是她舍不得还手。您想一想，男人是最要面子的动物。这个男人在你面前有尊严吗？在电影院门口，一个女生踹他一脚，可以视为撒娇，但是啪随手一个耳光，绝对暴力。你当然只顾及自己的感受和需求，但你顾及男友他的自尊和他的感受没有。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，他的犹豫是很正常，他真的要为今后考虑。恋爱都已经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了，婚姻走近以后呢，他真的会为自己的生命担忧的呀。有很多就是有不当行为失手造成的呀。您在家里，按您的脾气，一言不合顺手就打，您连拿刀都敢，你有什么不敢拿的呢？但是您想要达到的目的永远达不到，而且适得其反，最后把你们两个人的爱情打没了。所以真的改不改是您的事情，但关键
你真的要反思一下自己，不管是对他，哪怕是分手了，对今后的恋人，也不能使用暴力。我想问一下男生啊，当你的女朋友拿起那个哪怕是小水果刀，就是很激动地冲向你这件事情之后啊，你们为什么没有想过说我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，我干脆咱算了吧？或者说呢，其实你是受不了伤害的，是吧？你并没有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危，是吗？对，也是。女生刚才反复强调说，我发脾气，我这个暴力，我都是想用这种方式逼他更爱我一点。虽然这种方式让他很没有面子，但是姑娘，我跟你说，面子和自尊、尊严在他这儿不值钱，他不觉得这是什么，这不是他最在乎的东西。你用这种方式得不到他对你的喜欢，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对自尊、对面子、对付出爱、对温暖别人、对奉献这些相对褒义的情感，我觉得他都是相对冷漠的，他也激发不了你的温柔。你可能换一个男生，你像我们在场的3位男同志，对吧？很男人，很温暖，很包容，很有爱。你可能慢慢你那些防御机制或者你的暴力激惹的状态，慢慢的就化解，你慢慢就变温柔了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温柔的一面，也有暴力的一面。一是看我们自己怎么去调整自己，让自己成长；二，这个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力。所以你俩在一起只能激发对方更不好的那一面，不如咱就好合好散哈。走到尽头，缘分已尽，彼此祝福，找一个能让你温柔的，找一个能让你热情的，这不挺好的？如果男生今天说迎娶女生的条件和要求就是他能有所改变，那我觉得你彻底死了这个心吧，这改不了。而且他未来会是一个情绪极其不稳定的妈妈。就如果你们两个人未来结婚有孩子啊之类的，孩子会很受罪的。所以你要是已经在此时此刻发现了说这个是你完全接受不了的，甭管说动手也好，然后突然的情绪发泄也好，然后去拿你当做这个情绪的撒气筒也好，等等，这些是你无法接受的，你就要赶快的很正式很明确的拒绝他。我也不拖你，我也不给你画大饼，我就清楚明白的告诉你，对不起，你的种种行为是我无法接受的，走就完了。你要是打着这个骑驴找马的这个心理说，哎，我先不分，我先拖着，等我碰到下一个合适的时候我再分，那就不厚道了。另外我想跟女生说的是啊，你以为你呜呜喳喳的在台上动2下手，你以为你很厉害吗？你就是一破纸老虎，还是破的。对，把自己整得跟个母老虎一样，其实就是一张纸老虎，谁离不开谁呀？谁恨嫁呀？谁现在天天幻想着未来2个人的日子呀？谁着急还看人家买不买房什么的呀？其实我感觉他要是真的接受不了我，是吧？你明确跟我说，也无所谓。这就是我刚才嘱咐他的。对，所以待会儿啊，我感觉对，所以待会儿啊，男生啊，你要是选择说，不拖着人家的话，你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说清楚了，就别出来，你别再来个模棱两可啊！要继续处下去，那就是。甭管什么样，你什么样我都娶你，你什么样我都爱你。你要做不到就别吹牛。我先说啊，问一下小李，你今年多大岁数？我24。你24岁。然后呢，小张是这样啊，你那么想嫁给他吗？就是感觉2个人处了也挺长时间了，也都习惯了。你觉得一个24岁的小伙子打麻将，这算陋习吗？算。你觉得一个24岁的小伙子经常喝醉喝到凌晨5点，这算陋习吗？算。你想没想过，你身边这个24岁的小伙子年纪轻轻，身上一堆陋习，到了42岁他还怎么得了？你知道你身边这个男朋友身上有几个陋习，完全不应该是他这个岁数就有的，明白吗？明白，这是需要你选的，而不是什么花前月下。先跟你说这个的意思，就是怕你一会儿觉得心里伤心。他呀，最起码是不重视你。你们恋爱纪念日，你们2个说好第2天要去你家里见你爸爸妈妈，
他当天晚上跟别人酗酒，你才24岁啊，没事半夜3更喝酒喝通宵啊，你妈妈知道吗？你24岁，天天晚上咣当咣当咣当。妈妈知道也管不了。对。哦，你重视他吗？直说，你重视他吗？重视。你重视他，他都去过你们家了，说好了买房这事儿没回音了。你说好了第2天上门，第2天早上能忘了，是见他妈，你重视他吗？人家小姑娘让你背一下撒个娇都不肯，你还重视？一点也不重视。就是你重视他吗？所以都别那么一脸的苦大仇深，说离开了你我是多么的肉疼心疼，不至于的啊，不至于的，都刚24。好，你校正一下自己的陋习啊！我跟你说，不为别的，跟健康相关。姑娘朋友多吗？多。啊，你跟朋友之间也会这么表达吗？因为我的性格本来就是大大咧咧的啊，然后比如说我们朋友就是说什么话呀或者怎么的，就会是哎就这么打一下。你们互相也这么打鼓是吧？对，但也就是推搡，就是闹着玩嘛，也不会说是用多大力气或者怎么样。所以这是你一贯的表达方式，表达情感的方式。你把跟朋友之间的这种有度的互相表达搬到了情侣之间，啊，美其名曰叫打情骂俏，对吧？打是亲，骂是爱，急了拿脚踹，对吧？当2个人感情没有问题的时候，你知道对方会怎么反应吗？对方真疼的时候，他不会喊疼；对方不疼的时候，哎呀哎呀，才做出很夸张的这种反应，你懂了吗？好，你告诉我，你对他真的是下了死手了吗？没有。你们之间的感情出现问题了，感情出现问题不是因为打来打去，而是你们之间相处。几位老师说的很好，你们相处出现了问题，你的女朋友因为她是一个通过这个动作肢体的表达，我知道她是敏感且脆弱的人，她很敏感，她很怕受伤，她也不知道怎么去搞定你，因为看着你块儿大，因为你筋打所以打你，他不是真的想伤害你，他就知道我这么做我伤害不到你，我跟我朋友也是这样，我不可能对你造成伤害的，但他错了，他不懂怎么去跟你沟通心上的一个交流，他很看重你们的关系，他生怕你对他有所怠慢，他会把你身上的很多的缺点甚至一些行为他会解读，有时候会过度，所以你不能拿着他的弱点也好，特点也好，你去做文章。如果你真的因为你们之间的相处，你觉得不好意思，我们得再见了，你明说，你别说他给你打走的，也可能有些事情他冒犯了你，也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收敛，这个尺度没有恰当，使得你好像感觉到不尊重了，咣叽，男人膝下有黄金，你跪下了，好像就把他一下抬到火上去烤，他没有这个意思，听懂没有？你不会被他一脚踹下去的，你这体格，我踹你我都费劲。谢谢曲总，那咱们请回到门后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揭开结果啊！来，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吧，来吧，来。怎么想的呀？有啥感受要跟我们分享的？真是，我觉得我伤害他太多了。其实他平时生活中，他是一个挺努力的人，而且很勤奋的一个人。其实我都看在眼里，就是有时候可能孩子带来的这个吵闹吧，让我心烦，我可能会在他身上发牢骚。哎，这不就这好啊？这不你让老公知道你心疼他，他反过来也会对你更好的。好了，来，接下来一起进入浪漫30秒，好好抱抱。好了，请亮灯吧。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这边请。
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要看看我们第二组嘉宾啊，他们2个人到底怎么选择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可能不会出来了，这应该不会出来了。我认为不会出来。哎，哦，天啊，出来了！出来啊！哎，这要结婚呀？啥时候结呀？马上。你们就算结了婚不调整，这日子也过不了。2个人都要做出改变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否则你们即便走进婚姻，也长久不了。就一个马上，你自己想去吧，你细想。今年头过年肯定买上。你们不用跟我们承诺，我觉得你们只要自己相信你们许下的承诺就行，不要有一天后悔我当初许下的承诺。另外一个轻信承诺的人，也不要有一天后悔我当初为什么就信了你的鬼话，好吧？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祝你们幸福，一起进入浪漫30秒。好，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，这边请。好了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情感疗愈团老师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